嗨，大家好，今天的影片我会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跟大家介绍这一张双槽的4070 Ti，那第二部分我会把它连同13900K 一起放到 S1 里头去做测试。那第三部分就是我在实际游戏之中的表现。那前部分的影片有跟大家说过，觉得4070 Ti 找不到30公分，实在很烦恼。但虽然这一张只少了3mm，那考虑到双槽的设计，我决定还是给它买下去，塞到 S1 跟它拼了。没错，它的外观的确是朴素到不行。那相信会在乎朴不朴素的人，我觉得也不会买这张卡了。没错，我也就是冲着双槽才买它的。前面板是铝合金的面板，阳极法丝纹，那再搭配铁件喷漆的双层设计。3个风扇，一个11页，一个15页，15页的扇更薄。那它的后背板也是完全的打通通风。防拆贴纸除了散热器本体外，还包含了背板。后方也有螺牙来去做显卡支撑使用。16pin 的部分我直接买模组线，没有再用转接头了。那如果你想捏4090，还是建议换。那像我这种买定制线，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理线方便而已。对一些线高比较低的直插机壳，其实会有点勉强。如果你是 A4 的架构，但其实你也要先预弯一下线材，再去插这样。风扇的噪音部分等等会测，先跟大家讲一下电感噪音的部分。基本上风扇都盖得过去，你要靠得很近才可以听出两者的差别。那在实际测试的部分呢，想说之前 S1 组了一台12700跟3090，如今4070都换了，那想说 CPU 也要来个升级。反正现在13900K 都会超过100度了，我只求游戏可以稳定在 5.5GHz。我看这个小小的下吹都可以跑到35000了，你可能会说不行，13900K 就是要40000分。你也不去想想13700K 用水能插到冒烟也上不了35000，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反正现在大家都100度了，这样小体积有时候刷头还可以节能减碳救地球。好了，讲这么多，来看一下单考30分钟的表现。13900K 理论上是可以破300瓦的，那我用这个 L965 大概只能压到145瓦。那如果你装机装上去，侧面板的挡风只剩下115瓦。那我之前改的2U 散热器，把转速放低一点，3000转也只能到95瓦。那 Pico 直接降到 3.2GHz。那6200D 有稍微好一点，130瓦。那最后觉得还是不够，最后请到大手3把它的面板给拆了，然后这样硬装进去，果然到了170瓦左右。那塞个纸片来去让风扇跟侧板有点距离，风切声还算可以接受，全速也不会超过50分贝，总比我之前那个吹风机好太多了。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游戏中 2K 跟 4K 的表现。监控画面，我除了 CPU 跟 GPU 的温度使用率外，我还特别把8个 P-Core 大核心的时脉拖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设定基本上就是特效全开 DLS 在品质档的定位。那地平线5特效全开的时候，2K、4K 基本上都发生过卡 CPU 瓶颈的问题。不过实际在风火轮场景，你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场景 P-Core 都在 5.5GHz，2K 有时候还可以跑到破200 FPS， 但 CPU 常常超过90度。那再换到 4K 解析度， CPU 压力减小后，基本上都可以控制在80度以内。这个时候呢，不会有 CPU 降频的问题。但卡 CPU 主要还是看游戏场景的复杂度，但像是模拟飞行这种 DLS3 的指标游戏，在 2K 全开吹下去还是可以破144Hz， 大核心稳定的在90度内，一样可以保持在 5.5GHz 的表现。不过你只要一换到都市，就可以看到温度跑到100度了，有时候还会降频到5GHz 以下。像我开 F18 在东京乱飞一通也是。当然这样还是比12700的时脉还要高啦，那还是那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切换到 4K 解析度下，大峡谷也是完全没有问题，4K 144都可以。3年前我用10700跟570 ST 还会低于30 FPS，实在是感受到科技进步的威力。
但回到都市下呢，4K 还是会顶到温度强，但它的状况比2K 好一点。那当然，因为今天我是冬天，那室内温度在21度左右，其实还不够严苛。但夏天无空调要维持在5.5 GHz， 可能真的是要试试塔散。渲染170瓦也不代表在 CPU 运作100瓦不会有降频问题。散热器的极限还是会随着你的晶片跟你的游戏不同而有所改变。看你愿不愿意牺牲这一点点的性能来去换这10升内的可能性，考验你对小机壳的信仰值。那毫无疑问呢，这个配置还是可以玩得非常开心的。但最后再附上无音效的游戏实际噪音，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